这三方如果这么密切合作下去的话，是完全可以构成世界的中心。那整个昂萨事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就会被边缘化。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我们说一说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对俄制裁适得其反。6月6号，美国的亚洲时报采访了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教授，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经济学、全球健康和商业企业研究学院的创始人，在经济学界有很高的地位。汉克教授语出惊人啊，他说，和所有的制裁一样，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俄罗斯的既定目标。制裁从未赢得战争，更糟糕的是，制裁经常适得其反。汉克教授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当然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如果我们仅仅讨论货币贸易或金融，那美国人的制裁确实没有起到作用，至少没有起到他们所设想的那个作用。俄罗斯用石油和天然气做武器，把卢布变成了一种硬通货。按照汉克教授的说法，以前卢布和美元或者是欧元的兑换是发生在能源交易之前。欧洲买家把外汇直接支付给俄罗斯，然后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拿钱去俄罗斯的中央银行兑换成卢布，支付工人的工资和其他的开销。现在呢，只不过是这个程序反过来，欧洲买家先找俄罗斯的中央银行换卢布，再去买石油天然气。所以呢，卢布的地位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还强化了。而作为美国盟国的西欧国家，却要承受天然气涨价的痛苦。德国甚至开始倡导洗冷水澡了。这是不是说美国组织盟友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呢？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美国组织对俄制裁的问题要放在更大的战略背景中来考虑。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呢，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合作是非常的密切。在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的坚持下，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排除了万难，终于开通了。欧洲国家虽然不见得把俄罗斯当作多么亲密的伙伴，但是经济贸易、文化旅游、科学研究方面的交往是越来越多。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来到北京，签署了一揽子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能源，并且用欧元支付。至于从中国出发，穿过俄罗斯广袤的大地前往欧洲的欧亚大陆桥上，经济贸易那也是越来越繁荣啊。应该说这种情况对整个人类都是好事吧，但是在美国看来，这却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欧洲、俄罗斯、中国、欧亚大陆上的这三个全球特大的经济体，可以通过互通有无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圈。在这个圈里，什么都可以找着，从火箭、卫星、飞机、汽车、手机到其他的日用品，从小麦、大米、牛肉到石油和天然气，甚至是宇宙飞船和空间站都不缺。这三方如果这么密切合作下去的话，是完全可以构成世界的中心。那整个昂萨事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就会被边缘化。所以美国一定要通过北约的东扩，让欧洲和俄罗斯打起来，无法和平共处。当俄罗斯被迫发起战争反击北约东扩，美国立刻就找到了机会，迫使欧洲彻底的站到自己一边，同俄罗斯进行决然而又绝情的切割。当然了，欧洲的领导人还是能够看清利害关系的，特别是德国和法国。马克龙一再呼吁立刻停火，和谈解决乌克兰问题。德国虽然向乌克兰提供了军援，但是力度有限，所以呢，乌克兰驻德国的大使梅尔尼克讽刺德国是蜗牛。可是美国是西方世界的老大呀，法国和德国的小心思阻止不了美国组织的对俄罗斯的群殴。美国政府一方面大力组织自己的能源公司向欧洲高价出口油气赚钱，一方面呢要求沙特扩大产量，弥补因制裁俄罗斯而出现的能源的缺失。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的大量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可能会弹牙式的下跌。这一次，美国可能会借乌克兰战争，把西欧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彻底的切断。匈牙利等少数几个国家的抗争，
是无法改变大局的。所以呢，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看起来没能颠覆普京的总统职位，也没能颠覆俄罗斯的政权，但是已经颠覆了欧亚世界岛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在西方世界执行加法的企图已经实现了。好，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